这图腾龙族脑袋很灵活吗？这样的话，他们这路是走宽了呀。女王大人笑嘻嘻的道：“这个局面可他没想到的。”而此时的楚风同样倍感意外，本来已经做好了受罚的准备，不曾想图腾龙族不仅不罚，反而直接将一件神兵赐予他。楚风一路走来，曾遇到无数强大势力，那些势力就宛如一座座高山，曾拦在前方。虽说那些高山如今皆被楚风踩在脚下，可当时对于楚风而言，那些势力也是具有极大的威胁。而往往那些势力当时对楚风的态度皆是高傲自负的，就算对楚风刮目相看，也是在楚风真正成长起来以后，如图腾龙族这般的，还真是极为少见。这样一来，让楚风对图腾龙族也是有些刮目相看了。看着眼前那件充满诱惑的神兵，再看看龙须那真诚的表情，楚风心中反而更惭愧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前辈，这件神兵晚辈不能收。虽说晚辈的确无心对图腾龙族进行破坏，可大阵因我受损，这件事乃是事实。此事发生，晚辈已是十分惭愧，又怎能收下如此大礼？楚风选择了拒绝。楚风小友，此事与你无关，这件神兵你必须收下。龙须劝道：“楚风，收下吧，这可是我图腾龙族的神兵，它的减值可是比外面的神兵价值更高一些，就算换也可以换到更好的。”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乃是龙素清。难能可贵的是，不仅仅是龙素清暗中传音，就连龙葵田也传音提醒，示意楚风收下此神兵。而龙成宇更是将那神兵从龙须手中拿过，直接塞到了楚风怀里。收下，收下，楚风兄弟。龙成宇说话间还对楚风眨了眨眼，那种感觉就好像在说：“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啊！”但这个便宜明明是他家的呀，那晚辈便恭敬不如从命了。对方态度坚决且真诚，楚风倒也没有再度拒绝，而是楚风顺势将这件神兵接了过来。楚风不是矫情的人，他开始拒绝是觉得的确添了麻烦，确实不好意思收。但对方若是坚决，说明是真的想结交他，那对楚风自然也不会驳了对方面子。虽说眼下在许多人看来，图腾龙族用一件神兵来结交楚风，来赌楚风的未来，这代价未免太大了。但楚风会让所有人知道，图腾龙族这件神兵不会白送，绝对物有所值。不过赠与神兵这件事，图腾龙族并未大肆宣扬，但是关于藏兵殿的事也是给予了解释。他们当众宣布，此事乃是意外，与楚风没有任何瓜葛。这个事情传出之后，轰动了整个图腾龙族，尤其是当日在场的小辈天才们。旁人可能不明真相，但他们却亲眼见到此事乃因楚风而起。可正因如此，他们也明白了图腾龙族的态度，但这个态度让那些小辈天才十分费解，不明白楚风究竟有什么魔力。龙成宇和龙木熙也就罢了，毕竟是小辈，容易被蛊惑。可是那些大人物不应该如此才对啊！之后，龙须大人更是亲自审问了贾令仪，并且邀请楚风到场。至于这审讯，倒是没有特别的，只是询问贾令仪图腾龙族之内还有没有与他勾结之人。贾令仪倒是什么都没说，一副做好受死准备的样子。图腾龙族自然也不惯着他，残酷的刑罚当场施展，使得贾令仪痛不欲生。但贾令仪还真是有着几分骨气，直到昏死过去，竟也没有失态，最终也只能将贾令仪拖下去。换做以往，可能真就杀了。但是龙成宇答应过楚风，要让贾令仪活着，所以龙须也没有杀他。楚风小友，我已经派人去通知丹道仙宗的人，这件事丹道仙宗必须给予合理的解释。另外，丹道仙宗若是还敢找你的麻烦，我图腾龙族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审讯结束后，龙须大人对楚风说道：“这基本就是等于要护着楚风了，多谢前辈。”楚风谢道。可忽然，关闭的殿门被人一脚踹开，紧接着一道身影进入大殿之内，那是一位老者，身强体壮，白发飘飘，他给人的感觉极其苍老，仿佛已经存在了无数岁月，可同时给人的感觉却又极为强健，一看就不是善类。尤其雪白剑眉下那一双凶狠的眼眸，没有任何威压，只是外形，此人的压迫感便比猛兽还要强上数倍。伴随此人到来的，还有一声怒吼：“龙须，谁允许你提前开启藏兵殿的？”这审讯大殿内可不仅龙须、楚风、龙成宇、龙木熙、龙素清等人，这里还集结着图腾龙族不少高手。可是面对这位气势汹汹、直接对龙须叫板的老者，却没有一个人出手惩罚，甚至连话都不说。哪怕龙须这位九旗龙战之首，也是面露为难。就在此时，又有一位老者飞入审讯大殿之内。这位老者乃是一头黑发，同样身强体壮，但是比起那位白发老者，他不仅显得年轻一些，面容也是相对和蔼。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二人长得竟非常的像。父亲，您这是干嘛呀？进来之后，那黑发老者便直接拦在了白发老者身前。原来这是一对父子。龙须大人，莫要误会，我父亲脾气向来如此，您也是知道的。劝了一下自己的父亲后，那黑发老者又有些不好意思的对龙须低头说道：“误会？什么误会？那藏兵殿偏殿内的2个名额，我一个未抢，是给族长大人面子，可主殿的名额总要有我的孙子和孙女吧？这龙须提前开启，是完全不将老夫放在眼里。”白发老者怒声说道：“成宇少爷，木熙小姐，你们先带楚风小友去休息。”龙须对龙成宇说道，而龙成宇也是直接将楚风拉了出去，并且走出去之后，便拉着楚风快速飞掠，就像要逃一般。成宇兄，那2位是什么人啊？楚风好奇地问道。那老东西是我图腾龙族最不讲理的人，他辈分太高，实力也是极强，连我父亲有时候都怕他。他若知道藏兵殿的事与你有关，恐怕不会善罢甘休。我赶紧先把你藏起来，然后再听听风声，若是势头不对，我就送你出去。龙成宇道。听到这里，楚风便意识到那老头绝对很不简单。先前龙须大人下令让人将楚风带去偏殿休息，龙成宇则是拍着胸脯说保楚风安然，从来没提过带楚风逃这件事。可这个老头一来，
明明什么都没说呢，龙成宇就已经想到逃的事情了，足以看出这老头的恐怖。经过一番了解，楚风得知了那老头的来历。那老头名为龙胜君，在图腾龙族内地位非常之高，他乃是上任族长同时期的人物，乃是当今图腾龙族内唯一的一位太上长老。龙胜君之前的后代以及妻子都在一场大战之中丧命，后面才又有了现在的儿子，也就是那位黑发老者，名为龙平安。在上任族长去世之时，龙胜君曾短暂主持过图腾龙族的大局，但始终未曾继承图腾龙族族长之位。他本来是有这个资格的，但他却说他曾与上任族长争夺过族长之位，当年失败了就是失败了，不会与后辈争夺。而这龙胜君的实力极强，甚至其实力并不在图腾龙族当今族长之下，再加上他的地位以及霸道的性格，在整个图腾龙族几乎没有人不怕，哪怕是当今图腾龙族族长也是有些害怕他的。这也就能解释为何龙须以及龙成宇也都害怕这位太上长老了。而这龙胜君又是极致的维护龙族利益之人，连其他势力的大人物他都不放在眼里，是那种废话少讲不服就干的类型，所以龙成宇才担心楚风的事情传入他的耳朵中，他会难为楚风。龙成宇将楚风带到了他自己的领地之内，并且将楚风送入了一个地宫之中。这地宫不大，但却是一件秘宝打造而成，具有极强的防御力。为了转移注意力，将楚风送入地宫之后，龙成宇与龙木西则是远离了这座地宫，所以眼下这地宫之内便只有楚风一个人。这图腾龙族怎么又跳出这么一个人物啊？楚风要么干脆逃吧。女王大人担心的道。女王大人倒不是胆小，而是深知楚风现在的实力，在图腾龙族这种庞然大物面前人很弱小，都不说那个实力深不可测的太上长老龙胜君了，甚至也都不用九岐龙战出手，图腾龙族之内能抹杀楚风的强者就有大把。而若是图腾龙族太上长老那种人物想要对付楚风的话，搞不好楚风身上的守护阵法都保不住楚风，更何况这还是在图腾龙族领地之内，人家本身就有主阵加持，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这种情况下楚风就真的只是站板上的鱼肉，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可还不待楚风回答，楚风发现一道身影竟出现在了这地宫之中，那是一名中年男子，此人极为壮硕，虽然个子不是特别高，只有2米，但却浑身上下都充满阳刚之气，并且他还穿着一身精致无比的金色铠甲，铠甲之后有着一条长长的披风，无风自动，不仅华丽也很霸气。他站在那里，明明没有散发任何的威压，可却带给了楚风丝毫不弱于那位太上长老的压迫感，但他的压迫感却又与那位太上长老不同，是绝对的实力，是真正的王者之气。这名中年男子出现后，也是打量了一下楚风，随后淡淡的问道：“楚风是吗？”而楚风则是赶忙恭敬的施以一礼：“晚辈楚风拜见图腾龙族族长大人。”楚风几乎确定，这位乃是龙成宇与龙木西的父亲，也是当今图腾龙族的族长。之所以如此确定，不仅是长相相像，而是这种气质。楚风觉得，除了当今图腾龙族族长，应该也没有他人了。见楚风，竟直接施以一礼。图腾龙族族长的神色则是微微变化，而就在此时，地宫殿门猛然推开，龙成宇以及龙木西则是紧张的冲了进来，并且龙成宇的手中还握着一颗珠子，那颗珠子与这地宫有相同的气息，但此时闪烁着红光，必然是有人闯入了地宫。那颗珠子给予了反应，所以龙成宇才会如此紧张的跑进来查看。父亲大人，是您回来了呀，我还以为是谁呢。您回来了，可就太好了。当龙成宇见到图腾龙族族长之后，紧张的脸顿时被狂喜所取代，赶忙跑到了自己的父亲身旁。但是龙木西则是忽然愣住了，表情十分复杂的站在原地。木西，你回来了。图腾龙族族长对龙木西笑道，他的表情没有丝毫的不对劲，就是很平常的见到了自己的女儿一样。龙木西淡淡的说了一声，相比于他的父亲，他明显是紧张了起来。你们放心，我只是有简单的事情想问问楚风小友，不会做伤害他的事，你们先出去等我。图腾龙族族长说道。听闻此话，莫说龙成宇，就连龙木西也是乖乖的转身出去。他们了解他们的父亲，既然他说了不会伤害楚风，那就绝对不会。二人走后，图腾龙族族长看向楚风，果然不一般，见到了我居然一点都不慌。图腾龙族族长面带笑意的看向楚风，柔和的目光有着几分欣赏。晚辈见到族长大人，能感觉到族长大人不会伤害晚辈，只有心安，自然不慌。楚风说道。为何如此确定我不会伤害你？图腾龙族族长问。晚辈能感觉到族长大人对我没有敌意。楚风说道。你的感觉还挺准。图腾龙族族长又笑了笑，旋即道：“你也不用这样称呼我，难得成宇与木西都这么喜欢你，你就叫我一声前辈吧。”好，不知前辈想问晚辈什么？楚风问。楚风，你可要如实回答，你真的是来自祖武天河？图腾龙族族长问这话的时候，目光忽然变得凝重起来。晚辈的确来自祖武天河。楚风应道。祖武天河的哪座星域呢？图腾龙族族长又问。祖武天河，祖武星域。楚风如实说道。对方这种人物想打听自己底细太容易了，况且楚风觉得图腾龙族族长也不会做对自己不利的事，这种问题根本没有隐瞒的必要。好，图腾龙族族长微笑着点了点头，旋即便向外走去。见状，楚风也跟着走了出去，而龙成宇与龙木西就在外面等着呢。父亲，问完了。见二人出来，龙成宇赶忙上前询问。图腾龙族族长点了点头。父亲，听说你此次前往了7界天河了，是打探关于神之时代的事，那可有发现什么？龙成宇也不避讳楚风，直接问道。此事回头再与你说。图腾龙族族长道。父亲，那楚风的事你知道了吗？龙成宇又问。知道了，你放心吧，楚风小友是我图腾龙族的客人，在我图腾龙族之内不会有人难为他的。话罢，图腾龙族族长便御空而起。父亲回来的真是时候，看来不会有事了。看到其父亲离去，龙成宇安心的笑了，他知道他的父亲应该是去安抚太上长老了。不管怎么说，他的父亲都是当今族长，他父亲出马的话，他觉得太上长老
也不会追究。对了，楚风，我父亲问你什么了？忽然，龙成宇好奇地问道。只是问了我来自哪道天河，哪座星域。楚风道，就只是如此。龙成宇很是诧异，就只是问了这些。楚风说道，只是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干嘛搞得这么神秘？龙成宇感到不解，龙成宇三人便并未离开，一直在这里等候。龙成宇本来是想等他父亲回来，然后询问一些事情的，但是没能等到他的父亲，反而是等来了龙素清。姑姑，我父亲呢？见到龙素清，龙成宇主动上前询问，你父亲有些事情处理，不过你们放心，龙圣君那老东西已经被你们父亲摆平了，他不会找楚风麻烦。不过藏兵殿提前开启这件事，他还是耿耿于怀，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提前开启武祭殿中的神境战场。龙素清道，开启神境战场，可是时间还没到啊，可以提前开启吗？龙成宇问，是可以提前开启的，只不过只有族长大人有这个权限，并且族长大人权限开启的神境战场与其他时候开启的神境战场会有所不同，难度会提升很多，但也有好处，你就是那里面一定会蕴藏一本神境武技的。龙素清说道。一定蕴藏。听到一定蕴藏这几个字，龙成宇变得兴奋起来，但很快又想到什么，不由问道，姑姑，那若是抓不到会怎么样？也如以往开启的神境战场一样，若真的出现神境武技却抓不到的话，便会消散吗？龙成宇问。抓不到便会永远消散，我图腾龙族也将会永远错失一本神境武技。龙素清说道。那可是够刺激的啊，只是我之前居然从未听闻过。听到龙素清的讲述后，龙成宇反而变得越加兴奋。这种以族长权限开启的神境战场是有次数的，到我图腾龙族掌握的时候，便总共只有3次机会。之前第一代族长大人的时期就已经开启过2次，但那2次没人能够抓到神境武技，皆以失败告终。龙素清说道。那个时代的小辈不是非常厉害吗？居然全部以失败告终。龙成宇有些意外，身为图腾龙族之人，他很清楚第一代族长掌权时期乃是图腾龙族的鼎盛时期，不仅是老一辈，小辈们也是非常了得，所以第一代族长大人便下令，除非能够同一时代出现4位5品半神境的小辈，否则不可以使用族长权限来开启神境战场。龙素清说道。所以现在真的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龙成宇问。是。龙素清点了点头。那压力还挺大啊。龙成宇确实感受到了压力，从他的神态变化就看得出来。可是我们的修为并没有达到第一代族长大人的要求啊。此时龙木西也是忍不住询问起来，他同样感受到了压力，毕竟这可是他图腾龙族最后一次机会了。按照严格的修为要求来看，确实没有达到这个要求，但是你们这一代的天赋乃是我图腾龙族有史以来最强的，所以不能按照那个时代的要求来限制你们。毕竟凭借你们对我龙族血脉的掌控而言，你们其实是达到了这个标准的。龙素清说道。听闻此话，龙木西没有再说话了，而龙素清则是看向楚风。楚风小友，我图腾龙族族长还邀请你也进入神境战场，楚风也可以进入吗？龙素清此话一出，就连龙成宇以及龙木西的神态都是有所变化，因为这种事情可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神境战场非他图腾龙族之人不可入，你们父亲亲口说的，可以让楚风小友也进去，只不过若是楚风小友真的能够抓到神境武技，可不能占为己有，需要交出来，所以楚风小友其实是属于帮忙的，不知楚风小友是否愿意进去？龙素清对楚风问道。先不说我刚刚收下了神兵这样的厚礼，只说我与程宇兄还有木西姑娘的关系，只要图腾龙族有需要我的地方，我楚风在所不辞。只是这神境战场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能否再详细的说一下？楚风问道。虽然他也大概听出了那神境战场是蕴藏神境武技的地方，但还是想更多的了解一下。而后龙成宇便将关于神境战场这件事告诉了楚风。神境战场虽在图腾龙族的武技殿之内，但实则二者本身没有任何关系。武技殿顾名思义乃是图腾龙族存放武技的地方，至于神境战场，它其实乃是一件远古时期的奇珍异宝，只是图腾龙族有幸得到了，并且获得了使用权。神境战场里面的确是蕴藏着神境武技的，但这神境武技是需要抓的，并且抓的难度很高，但在抓取神境武技之前，还需要到达神境武技会出现的地方，而这途中则会遭遇阻碍，那是由神境战场内之阵法生成而出的阵法大军。至今为止，龙成宇与龙木西都分别进去过3次也都顺利突破阻碍，获得了抓取神境武技的机会。只是可惜，他们所进入的神境战场都是10年开启一次的神境战场，这样的神境战场，神境武技是否出现，完全是看运气的。他们运气很差，虽通过了阻碍，但却未能见到神境武技。不过这一次的神境战场之内是绝对有神境武技的，只不过这一次的难度则是要大上很多。神境战场将很快开启，并且图腾龙族族长已经亲自挑选了可以进入神境战场的人选。见楚风答应之后，龙素清便将楚风、龙成宇以及龙木西3人带到了武技殿的内殿之中休息，等候其他小辈的到来。将他们带到这里后，龙素清便有事离开了，所以便只有楚风3人。成宇兄、木西姑娘，你们修炼过神境武技吗？楚风好奇地问。神境武技，楚风其实了解的不多，因为这种好东西东域根本没有。楚风，你不了解神境武技吗？龙木西问道。我的确不了解。楚风笑道。神境武技至少要5品半神才能修炼，我的境界还不够。龙木西道。还有这种要求？那神境武技也与尊境一样，分为9段吗？楚风好奇地问道。毕竟他已经踏入半神境，并且就算有境界限制，楚风也是迟早会达到的，所以他觉得他也是时候好好了解一下神境武技了。我听闻神境武技的确是分为9段的，但我图腾龙族如今只有4段神境，其他势力也差不多，没听闻过哪个势力有5段神境。龙成宇此话说完，又补充道。另外，我已经尝试修炼过一段神境了，挺难的，目前还未完全掌握。你踏入5品半神了？龙木西问。是啊姐，也没有踏入太久，
刚好是在9天之巅邀请我之前踏入的，本来想着能大展拳脚，谁曾想还没来得及与他们交手就取消了。龙成宇略感遗憾的道：“那神境武技的威力如何？”楚风又问：“威力很强，是凌驾于正常战力之上的手段。可以这样说，你与你的对手同境界，你的战力远胜于他，他本不是你的对手。可假如他掌握了神境武技，而你没有掌握，那么你必然会败给他。”龙成宇解释道：“这么厉害？”楚风惊叹：“真的很厉害。换个角度来看，神境武技甚至比神兵还强大。当然，神境武技的修炼也是前所未有的高，并且哪怕修炼成功，对身体的消耗也很大，除非逼不得已，没人愿意使用神境武技来交手，哪怕掌握了，也不会轻易使用的。但这种东西可是天赋的象征，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楚风兄弟，等你踏入五品半神，可一定要学。”龙成宇对楚风说道：“我倒是想学，但是我没有这种好东西。”楚风说道：“没关系啊，回头我劝劝我父亲，让他将我图腾龙族的神境武技给你学。”龙成宇说道：“这不妥吧？”楚风问：“事在人为嘛？万一他答应了呢？”龙成宇哈哈的笑了起来，但从他的笑容也能看出，此事的确不容易实现。而很快，此次所有资格踏入神境战场的小辈，也都因得到消息而聚集到了武技殿的主殿之内。于是楚风3人也是从内殿内走了出来。楚风能够看到那些小辈之中有许多熟悉的面孔，几乎与他一同进入藏兵殿的天才小辈都来了。但因为此次人数众多，大多数楚风都是没见过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有2名生面孔的小辈，和龙玉红以及龙滋滋一样，皆是位列最前方。一看这2位的地位就不一般，那是一男一女。虽然第一次见面，但在他们的脸上，楚风却看到了一些熟悉的感觉。他们的相貌来看，与太上长老有些相像，与太上长老的儿子更像，所以楚风猜测他们可能就是太上长老口中的孙子孙女。之前太上长老就是因为他的孙子孙女没能进入藏兵殿而对着龙须大发雷霆的。而众人看到楚风也在场，神色也是倍感意外。原本还小声交谈的众人，瞬间就炸开了锅，大家都在议论楚风，同时也不解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至于龙成宇，也不管众人怎么想的，直接带着楚风站在了所有人的前列。最前列只有3个小辈：楚风、龙成宇以及龙木熙，就连龙玉红、龙滋滋以及太上长老的孙子孙女也在他们后面。但对此却没有人敢说什么。族长大人道，伴随长老的一声轻喝，全场安静下来。很快，图腾龙族族长也是来到了大殿的最前端。诸位，关于此次神境战场的开启，相信你们已经知晓了。主动开启神境战场，总共3次机会，这是我图腾龙族最后一次机会，但绝对不是贸然开启，而是我觉得你们有这个实力，在此次神境战场中有所收获，为我图腾龙族的武技殿再增添一本神境武技。为此，我还邀请了一位客人，与你们一同进入神境战场，他便是楚风少侠。图腾龙族族长说话间，将手指向了楚风，这个楚风也要与我们一同踏入神境战场。听闻此话，众小辈表情变得复杂。神境战场只有小辈限制，所以理论上只要是小辈，外人也是可以踏入的。但图腾龙族从来没有允许过外人踏入，怎么这楚风这么特殊，影响了藏兵殿，害得大阵受损，不罚他也就算了，竟然还要让他踏入神境战场。可他们还来不及过多思考，图腾龙族族长则是再度开口：此次神境战场与以往不同，而根据我族史料记载，此次开启后，里面会有5个战场，5个战场内的收获将是最后抓取神境武技的关键，所以缺一不可。所以你们将被分为5队人马。随后，图腾龙族族长便亲自宣布名单，将在场的上万名小辈分成了5队人马。紧接着，又亲自宣布了这5队人马的首领：第1队龙成宇，第2队龙木熙，第3队龙玉红，第4队龙凤凤，第5队楚风。当宣布第5队首领的时候，整座大殿都炸开了锅。莫说小一辈，就连老一辈也是不解。第5队的总体实力的确不如其他4队，但却也有着诸多天才，甚至龙须大人的孙女龙滋滋也在其中。怎么会轮到楚风这个外人做首领呢？诸位，对我的安排有何异议吗？忽然，图腾龙族族长开口问道，而只是这句语气平静的询问，却使得已经炸开了锅的整座大殿再度安静下来。不是没有异议，但没有人敢提出异议。没有异议便好。话罢，图腾龙族族长便向武技殿深处行去，楚风等人跟上，穿过重重守卫森严的大门，他们进入了一座大殿之中。这座大殿辽阔无比，却充斥着阵法之力，而这阵法之力皆汇集于一物之上。此物乃是一道铁门，这铁门不是很高，也不精致，甚至看上去锈迹斑斑的，有些破旧。但这道铁门的中间则色写着4个大字：神境战场。在4个大字的右下方，还写着几行小字：神境战场内蕴藏神境武技，但神境武技唯有天赋之辈可得，100岁以上者不可踏入，且战场内凶险莫测，若无胆量者慎入，实力不足者慎入。图腾龙族族长取出一块令牌，令牌同样锈迹斑斑，但却与那神境战场一模一样。他将令牌取出，捏动法诀之后，那令牌便化作一股气焰，融入了神境战场的铁门之中。下一刻，那神境战场的中间部分便有阵法力量浮现，阵法力量旋转间，很快化作一道结界门。进去吧，但切记，若能得到神境武技最好，但若得不到，也莫要强求。你们才是我图腾龙族的根基，我要你们每个人都安然无恙的回来。图腾龙族族长对众小辈说道。随后，楚风等人便纷纷穿过了结界门，穿过结界门，浮现在眼前的景象，顿时让许多人感到不适。那是一片尸山血海，真正的尸山血海，鲜红血水淹没了众人的双腿，个子矮一点的，甚至血水淹过了他们的腰间。而这血海之上，有着无数尸体漂浮，甚至远处一座座如山一般的物体，也是由尸体堆积而成。浓郁的血腥气味，竟可以洞穿修武者的屏障，以最完整的状态对人们的感官进行冲击。并且这还不算什么，最可怕的是，此地蕴藏着无形的压迫感，会对人造成极大的影响。同时，这里蕴藏特殊的力量，
使得他们全部丧失了御空之力，根本无法摆脱这片血海。这种感觉，众人如临地狱。这是什么鬼地方啊？神境战场怎么变成这个模样了？果不其然，这样的场面，图腾龙族的这些小辈也少有人经历过。此时，许多人开始面露胆怯，甚至有些女子眼眶都已经红润起来，就连男子们也是脸色惨白。这上万名图腾龙族天才小辈之中，能保持淡定的竟不超过10人。慌什么？不过是障眼法罢了。向前走，真正的入口就在前方。此时，龙成宇突然开口，他倒是颇具领导气质，在图腾龙族也有着一定的威严，所以这一开口，竟真的稳定住了局面。见他上前，众人不管慌不慌，也都是硬着头皮跟了上去。走了一段时间后，脚下忽然产生奇异波动，紧接着前方的血海血光冲天，众人不敢再贸然向前，纷纷停在原地。只见前方血海翻腾，竟有5座大门随之升起。看到那5座大门，众人反而松了一口气。虽说眼前的神境战场与他们以往踏入的不一样，但至少这5个大门说明了，此地与图腾龙族族长说的还是符合的。5个大门不就正是为他们5个队伍所准备的吗？没有任何提示，5座大门便从左至右依次开启，但每一道大门开启后，浮现在眼前的皆是幽暗深邃的长廊，按照族长大人分配的走。话罢，龙成宇便率队向第1道大门走去，龙木西率队走向第2道大门，龙玉红向第3道大门走去，龙凤凤则是率领众人向第4道大门走去。而这个龙凤凤其实就是楚风先前见到的站在小辈前列的女子。如楚风猜测，她正是太上长老的孙女，并且楚风已经得知她的弟弟叫做龙成禄，也与他在同一个队伍之中。但楚风现在也管不得其他人，而是率队向第5道大门走去。只是走了没多久，龙滋滋便高声问道：“魏楚风，你到底给族长吃了什么迷魂药，让他这么器重你？”听闻此话，楚风止步回头，问我做什么？刚刚族长就在，你怎么不问他？该不会不敢问吧？而这句话也是戳中了龙滋滋，他就是不敢问。莫说不敢问族长大人，甚至在龙成宇面前他也不敢问，只敢在与龙成宇等纷纷道扬镳之后，才找楚风的麻烦。被楚风当众顶撞之后，龙滋滋的脸色也是阴沉下来。楚风，我不管你到底做了什么，但是在这里，我们绝对不会听从你这个外人的，因为你不配。龙滋滋道。他此话一出，众图腾龙族小辈哄笑，无论男女，看楚风的眼神，皆如同看待一个小丑。但面对他们这样的挑衅，楚风却是丝毫不气。说实话，我也并不想让你们听从我的，我真是懒得管你们，你们死不死，与我楚风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图腾龙族族长大人既然将首领这个头衔交给了我，那我不想管也要管，你们最好别给我惹麻烦。楚风道。哎呦，别给你惹麻烦，你算什么东西啊？楚风，你也不看看你什么身份，一个来自祖武天河的乡巴佬罢了。龙滋滋鄙夷地看着楚风，可忽然一股强大的气息自楚风体内爆发而出。当众人反应过来，那一刻，龙滋滋已经被推到了长廊的墙壁之上。是楚风，楚风的手掌捏住了龙滋滋的喉咙，将他恶狠狠地压在了墙壁之上。最主要的是，此时楚风体内所散发出的气息，结界之力，紫龙神袍，但那给人的压迫感却是堪比5品半神。龙滋滋，我知道你很不服，你想取而代之。我告诉你，我可以将这个位置让给你，但前提是你必须要胜过我。你有这个本事吗？楚风此时表情严肃，冰冷的目光恶狠狠地盯着龙滋滋。龙滋滋原本怒气冲天，可是此时近距离看到楚风的眼神之后，他的怒火竟怎么也发不出来了。楚风的目光凶狠无比，竟让他不敢对视。直至此刻，他才意识到这个楚风好像不是怂包，反而很不好惹。混账东西，胆敢动滋滋小姐，你找死！而此时有多名图腾龙族小辈冲过来，他们自身修为不如楚风，于是一个个的释放出了血脉之力。不过哪怕是用血脉之力提升了修为之后，他们之中最强的也不过是4品半神。面对来势汹汹的众人，楚风动都未动，只是结界之力横扫而出，一道道惨叫间，那些人便被轰得人仰马翻，纷纷如沙袋一般向远处飞去，最终纷纷撞在了这长廊的岩壁之上，轻点的头破血流，严重的直接昏死了过去。这一幕将许多小辈吓住了，他们没想到楚风敢动他们，并且下手竟如此之狠。还有不服的吗？楚风冷冷地问。虽说刚刚那一击震慑到了在场的大部分人，但仍有不怕死的站了出来。那是一名颇有几分姿色的女子。楚风，你可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动我图腾龙族的人，你死定了！我必要灭你满门，不仅是你的家人，所有与你有关之人，我皆要灭他满门。我要让你知道，敢动我图腾龙族的族人是怎样的后果。他虽然长相不错，但却一脸刁钻，恶狠狠地指着楚风，那个架势可不像开玩笑，他是真的动了杀心。听闻此话，楚风身形一转，瞬息来到了他的身旁，对着他的腹部抬手就是一拳。这一拳没有将他轰飞，但却将那女子轰得站立不稳，双手捂着肚子，便跪在了楚风面前，浑身不住地颤抖着，连半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张着的嘴巴，却不断有鲜血喷涌而出。还有谁不服？楚风再度询问。这一刻，所有人都闭嘴了。楚风能够看到，在他们的脸上都挂着些许恐惧之色。先前还高傲的众人，没有一人敢与楚风对视，但对此，楚风毫不意外。这种事情，楚风见过太多了。这些所谓天才，在比自己弱的人面前，的确高高在上，但遇到比自己强且足够狠的人时，不过一群胆小鬼罢了。此刻，这昏暗阴森的长廊内，鸦雀无声。图腾龙族众小辈皆是低下了头颅。他们恐惧，是因为楚风的确很强，他们之中无人可敌。但害怕归害怕，这不代表他们不愤怒，相反，他们愤怒至极。不管楚风强不强，在他们眼中，楚风的身份也是低微的，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巴佬。而他们那是真正的高人一等的存在。何止这片天河，整个浩瀚修武界，他们图腾龙族族人的身份吧，都可以横着走。可就是此等身份，却被一个乡巴佬打了，那肯定不服。若有机会，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楚风。我知道你们仍有人不服，但我无所谓，我根本不在乎你们如何看我。我站在这里，也不是与你们抢功劳的，我站在这里，完全是看在你们族长大人以及龙成宇
还有龙木溪的面子。既然族长大人要我调遣你们，那你们就必须听从我的调遣。若有人敢不听从，就算你们没有招惹我，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你们。当然，你们也可以在离开这里后去向族长大人告状，而我会将事情的原委进行陈述。至于族长大人究竟是惩罚我还是惩罚你们，到时候你们自会清楚。楚风此话说出，那些小辈心中又泛起了嘀咕。他们的确想着出去之后就去告状楚风，这口气他们咽不下去，但现在又觉得楚风说的在理。不管他们如何不理解，但族长大人对楚风的确是非常看好的，这是已经摆在眼前的事实。正因如此，想必此事传到长老耳中，那些长老也不敢贸然惩罚楚风，最后还是要找族长定夺。那么族长大人真的会倾向他们吗？他们都没把握，想拿到神境武技就跟上来，若有人不从也无妨，但我会将其记住，然后禀告族长大人。楚风又将图腾龙族族长抬了出来，虽然自己可以武力威慑，但楚风知道他们心里仍是不服，可图腾龙族族长则是他们打心底里害怕的人。果不其然，楚风此话一出，尽管图腾龙族这些小辈心里还很别扭，可却也是跟随楚风的步伐继续前进，就连龙滋滋也是跟了上去。不管怎么说，他们也都是想为图腾龙族立功的。很快长廊前方不再幽暗，有耀眼光芒浮现，他们知道这长廊是到头了。而当他们来到尽头时，发现长廊尽头处静立于极高的悬崖之上，悬崖之高，就连层层白云也只能在悬崖之下，并且那高度距离悬崖也有着一定距离。白云之中蕴藏结界，看不透下面的情况。向前方望去，上方是湛蓝的天空，下方乃茫茫云海，云海覆盖面积太广，遮挡住了下方的一切。正因如此，反而让人好奇云海下方究竟有些什么。但人们并未前行，因为除了蓝天白云，还有一物就横在前方的空中，那是一块巨大的石碑。石碑上面记载着关于他们接下来通关的方法。除此之外，石碑上面还有着一重结界，很薄弱的结界。通关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较难的阵法，一种是简单的阵法。挑战较难的阵法很简单，只要打破石碑上面的结界，阵法将会浮现，但若不能破阵，他们此行也将到此为止。而另一种是较为简单的阵法，只要继续前行就会遇到。那个简单的阵法若要破开，自然也可以继续前行，但简单阵法破阵后所得奖励将不如破解较难阵法的1%，并且石碑还明确提醒，破阵所得奖励将是后面能否征服神境武技的关键所在。别说我不民主，既然是选择题，接下来就让大家来决定。我们进行投票。话罢，楚风便随手一挥，两座较小的石碑浮现而出，石碑上面分则选择难语1、2个字，而这是楚风以结界之力凝聚而成的两座阵法。投票很简单，只要将你们的气息融入你们选择的石碑即可。但我提醒你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破阵也没有容易走的路。那较难的阵法必然会存在风险，但简单的阵法破了也可能毫无意义。总之，事关你图腾龙族能否得到神境武技，诸位谨慎选择。楚风此话说完，便示意他们可以选择，但众人却有些迟疑，纷纷将目光投向龙滋滋。他们仍不太想屈服楚风，龙滋滋才是他们的主心骨。不过龙滋滋倒是没有再与楚风作对，而是抬手间释放出一缕气息，融入了第一道石碑之上。龙滋滋选择了难的阵法，但很快龙滋滋便看向楚风，目露不解，搞什么？照做便是。既然都选择了，不会连名字都不敢写吧？楚风道。龙滋滋白了楚风一眼，没再说话，但他的气息却顺利融入，且气息竟化作字体，龙滋滋3个大字印在了石碑之上。见此情形，其他人也是赶忙照做。在场之中有90%的人都选择了难的破阵方式，但也仍有1成的人选择了容易的破阵方式。选择难的理由自然很简单，博取最大的机会。而选择易的人也没有解释，也没有人去计较。从此看得出来，不管他们如何对待楚风，但他们内部倒也还算和谐，倒是挺有种的，居然都选择了难。我若没有猜错，你也应该要选择难吧？眼看大局已定，女王大人的声音响起，必然是难。若是选了易，就算可以破阵成功，后面也势必会有所影响，等于弃权了。楚风说道。那你还搞这个投票干嘛？直接决定呗，万一他们选择了易尼可怎么办？女王大人道。那还不简单，我就否定了他们的选择，毕竟这里我说的算。楚风说道。你这家伙。女王大人笑着撇了撇嘴，但却丝毫不意外，这正是楚风的行事风格。他搞这个投票，只是想看看图腾龙族小辈的反应，是否敢为家族利益冒险。至于最终的决定权，仍在楚风手里。楚风，你怎么不选？当所有人都选择结束后，龙滋滋看向楚风。此时，所有人都看向楚风。虽然大局已定，但他们却也很想知道楚风的选择。我当然会选。楚风说话间，只是轻轻打了个响指，那男子的石碑上面便出现了楚风的名字，而且楚风的名字是第一个。早在布阵的时候，我就已经选择好了。很巧，我与你们大多数是一样的选择，只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也算志同道合。实话实说，我对你们有一点刮目相看了，至少你们为了家族是有不惧风险的精神的。楚风对众人说道。这不是废话吗？我们可是愿意为图腾龙族而死的，图腾龙族的荣誉高于一切。楚风此话一出，立刻有不少图腾龙族之人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很好，但希望你们的勇气不仅仅是呈现在嘴巴上，更是能够呈现在行动上。楚风此话说完，大袖一挥，两座石碑阵法便被他收了起来，紧接着一拳轰出，便将那给予提示的石碑上面的结界轰散。可下一刻，那原本脆弱不堪的结界并未随风而散，反而是越来越多，最终化作磅礴的封锁大阵，封锁住了前行之路，并且变化后的结界强大无比，具有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力量。与此同时，下方附有结界的云层开始散去，云层下方的景象终于浮现而出。只是看到下方的景象之后，在场的小辈皆是脸色巨变，哪怕龙滋滋也不淡定了。大阵就在下方，分为8个区域，8个区域各有独立入口。因大阵的封锁结界是透明的，所以
大阵内部的景象看得十分清楚，每个区域后方都有一个箱子，箱子之内必然便是好处了。但在箱子前方汇集着上万名士兵，是每个区域的箱子前方都有万名士兵，这些士兵皆为阵法所化，他们身披铠甲，手握长刀，每一个身高都有3丈，没有鼻子嘴巴，只有一双空洞的眼眸，所以此刻乃静止状态，但气息却是外放的。8个区域，总共8万名阵法士兵，竟全部都是五品半神，搞什么鬼啊？这些阵法士兵怎么这么强？我们是需要进去与他们对抗吗？但这怎么对抗啊？这境界完全在我们之上，简直毫无胜算可言。到底搞哪样？怎么和以往的战场全然不同啊？众小辈慌了神。五品半神，他们之中真正修为，几乎没有人达到这个境界。最强的龙滋滋也不过是3品半神。虽说施展血脉之力之后，龙滋滋是能够达到5品半神，但也只有他一个而已。哪怕算上结界之力怪异的楚风，在场也只有2个人而已。可对方有8万名5品半神，他们本就毫无胜算可言。而就在此时，一道身影飞掠而下，向阵法而去，乃是楚风。这家伙疯了吗？眼见楚风面对坐拥8万名5品半神的大阵，竟也飞掠而下，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是楚风不要命了。可楚风飞落而下后，那8万名士兵并未有任何变化，就连那8个区域的入口也仍是关闭状态。可很快，大地颤动，只见前方土壤翻腾，一座巨大的石碑缓缓升起。看到那石碑之后，龙滋滋也是飞掠而下，紧接着在场的众多小辈也是紧随其后的飞掠而下。因为石碑上有提示，正是关于破解此阵的8个入口会同时开启，只有1炷香的时间，1炷香的时间之内必须将8个区域内的8个箱子全部打开，否则破阵失败，所有人将被强制驱逐出此地。开什么玩笑？1炷香的时间，8个区域，也就是要击败8万名5品半神，搞笑呢吧？这是不可能完成的啊！听闻此话，众人皆是骂骂咧咧。按照这个规则的话，那就需要同时破阵。以他们的在场的人数，同时破阵倒是可以，但问题是根本破不开啊！他们之中总共战力能够达到5品半神的，也就2个人而已，另一个还不是他图腾龙族之人。同样是5品半神的情况下，人数的区别也就相当于战力的区别。2个人面对几百人都不可能赢，面对8万人怎么可能赢？并且还是逐一击破。可就在他们骂骂咧咧之际，那8个区域入口的大门竟全部开启。与此同时，8个区域的入口上方皆是有一炷香浮现，那香已是开始燃烧。这就开始了吗？有病吧！这分明就是诚心不想让我们通关。见此情形，图腾龙族众小辈骂得更加大声，虽然嘴上骂着，但身体却开始向后退去，甚至有胆小的更是御空而起，回到了悬崖之上。尽管大阵封锁，他们无法继续前行，但是回到悬崖还是可以的。为何要后退？为何要回到悬崖？自然是恐惧那8万名5品半神。就算他们无法破阵，可那大门开启之后，他们无法确定那8万名5品半神是否会杀出来。别说8万名了，随便出来个几百个，他们也要玩完。到楚风和龙滋滋还能够凭借2人的力量拦下几百名5品半神境的强者吗？此时此刻，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无法破阵，哪怕龙滋滋也不例外。他们今日栽了。可忽然间，阵阵轰鸣响彻开来，是第一个区域内有人战斗的轰鸣。见此情形，更多的人向悬崖飞掠而去，他们以为是那阵法士兵杀出来了。慌什么？是楚风！见此情形，龙滋滋咒骂一声，只有他能够看到，是楚风冲了进去。楚风，是他进去了。听闻此话，已经逃离的众人开始飞掠而下。此时人们能够看到，第一个区域内的确涟漪四起，战火纷飞，可那涟漪覆盖了整个区域，他们根本看不清具体情况，这也正常，这就是境界的差距，他们境界根本没有到那个层次，怎么能够看清那种高手的交战？真的是楚风进去了吗？他一个人就敢挑战上万名阵法士兵，那可是上万名5品半神啊！此时不明情况的众人纷纷来到了龙滋滋身旁询问，因为眼下龙滋滋的气息已经从3品半神提升到了5品半神的地步，这是他施展血脉之力提升的修为，所以别人看不清的东西，他是能够看得清的。龙滋滋没有回答，可是越是观察，他的神情越发激动。原来如此，不过摆设而已啊！龙滋滋忽然道：“啊，啥意思？”众人不解，纷纷询问，但龙滋滋依旧没有回答，而是对他们道：“你们站在这里别动。”龙滋滋此话说完，身形一纵，便向第2个区域冲了进去。很快，第2个区域内也是战火纷飞，涟漪四起。很显然是龙滋滋与那些阵法士兵开始交手了。但龙滋滋刚刚进去，第1个区域便平息了。很快，一道身影也是从中飞掠而出，来到众人面前。此人正是楚风。楚风，你难道说？看到楚风回来，图腾龙族众小辈的神情变得极其复杂。楚风毫发无损的出来了，同时第1区域也没有了任何动静，这只能说明一种情况，那就是第1区域的上万名阵法士兵都被楚风解决了。但这完全不应该啊！一个人，就算他的战力达到了5品半神，但怎么可能解决上万名5品半神，并且还是如此快的速度？龙滋滋呢？是他进去了。楚风看了一眼第2区域后，对众人问道：“是他见你进去了，也跟着进去了。”一名男子说道。听闻此话，楚风身形一转，便消失不见。当楚风再出来的时候，怀中抱着一个人，乃是龙滋滋。但是此时的龙滋滋情况可并不乐观，他的身上已经出现了多道触目惊心的伤口，肩膀上更是被削去了一大半肉。而此时距离他进入第2区域不过极其短暂的时间而已。你疯了？谁让你进去的？楚风直接将龙滋滋甩在了地上，丝毫没有怜香惜玉之心。我不是见你进去了，跟砍瓜切菜一般，便觉得他们不过是摆设，谁曾想
这第二个区域的阵法士兵比第一区域强那么多。龙滋滋则是一脸委屈，有病！楚风骂了一声，随后身形一转，又踏入了第二个区域。他这一踏入，第二个区域的战火再度燃起。见状，龙滋滋也将目光投了过去，而这一看不要紧，他顿时瞪大了双眼，且很快在那还算精致的小脸之上就浮现出了复杂的神态，不只是震惊了，还有羞愧，因为他能够看到刚刚那些险些要了他性命，在他眼中恐怖无比的阵法士兵，此时在楚风面前竟脆弱不堪，与第一区域的那些阵法士兵没有任何差别。楚风正砍瓜切菜一般将那些阵法士兵一一摧毁，不，并非一一摧毁，随意一击便有大片的阵法士兵倒下。原来弱的不是那些阵法士兵，而是他。我好像知道为何族长大人他们如此重视他了。龙滋滋脱口说道。龙滋滋这句话，在场的人都听得到。而看着龙滋滋的伤势，再看看那涟漪散去的第一区域，所有人的神情都变得极其复杂。第一区域满是残尸，那些修为达到了5品半神境的阵法士兵，并未如阵法消散，反而是化作残尸散落在地，而那都是楚风的手笔。很快，第二个区域也停止争斗，紧接着第三个区域轰鸣响起，好快！又有1万阵法士兵被其解决了。这样下去，他好像真的能在一炷香之内就将那些阵法士兵全部铲除。有一名男子发出惊呼的时候，他的双眼都在发光。这名男子长相清秀，先前正是他告诉楚风，龙滋滋进入了大阵的第二区域，而此时他看着第二区域，其眼神竟然变了。不是简单的震惊，而是有些崇拜。一个图腾龙族的天才小辈，竟对一个来自祖武天河的小辈面露崇拜之意。这种事传出去，根本没有人会相信你在说什么胡话。就算不知道他有什么歪门邪道的手段，能够对付那些阵法士兵，但后面还有那么多区域呢，他一个人怎么可能在一炷香的时间内就将所有阵法士兵击败？然而，立刻有一名光头男子站出来否定了那个长相清秀的男子。光头男子的身份地位明显比清秀男子高。对于他这面带怒意的反驳，那清秀男子虽然不服，但却也没有再反驳。见状，光头男子则是略显得意，还露出邀功般的笑容，看向龙滋滋。滋滋小姐，我说的对吧？可龙滋滋不仅没有夸奖，反而一脸冷漠。怎么，你是很希望楚风失败，希望我们这一队失败？龙滋滋反问。我没这个意思，只是那楚风他毕竟是一个毕竟怎么样？毕竟是一个外人，就算他是外人，也是族长大人邀请而来的。他在这里得不到任何好处，但却还在拼命厮杀，他是在为我图腾龙族而战。而你身为图腾龙族族人，却只能站在这里观望，袖手旁观，无法为破阵做出任何贡献。无论他成功与否，我想也轮不到你来奚落讽刺于他吧。龙滋滋又道，就是不管楚风之前如何，现在他的确在为我图腾龙族而战，你这个时候说这种话不太好吧？紧接着，其他人竟也纷纷开口，也不知是见风使舵，还是真的对楚风改变了看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楚风说话，我没那个意思啊。此时，那光头男子显得十分尴尬。本来是知道龙滋滋厌恶楚风，想借此机会贬低楚风，从而拍龙芝芝马屁，不曾想是这个结果。时间流逝间，楚风也在逐一击破，这让原本以为无法通关的众人也是重新燃起了希望。此时，那香已将燃烧殆尽，可楚风却已在最后的一个区域厮杀，前面7个区域都被他摆平了，就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区域。很多图腾龙族的人都变得紧张起来，他们希望楚风成功，毕竟不管喜不喜欢楚风，但若是楚风能够成功，这对图腾龙族而言都是好事。而终于在那香燃尽之时，恰好最后一个区域也安静了下来，可众人则是更加紧张了。他们不知那区域的安静是楚风将所有阵法士兵击败，还是说是因为时间已到而被迫结束。忽然，远处天际传来一声雷鸣般的轰鸣，紧接着那原本浮在半空之上的石碑碎裂开来，同时有磅礴的结界之力涌现，竟化作了一道巨大的结界门。而与此同时，下方的整座大阵也化作一缕气焰消散。大阵消散之后，楚风的身影也是浮现而出。只见楚风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尽管他毫发无损，但却非常非常的累。此时的他就好像经历了暴雨一般，浑身都是湿透了。但那不是雨水，而是楚风的汗水。楚风，什么情况？你是成功了吗？龙滋滋上前问道。楚风点了点头。那好处呢？破关的好处呢？光头男子也是上前问道。你急什么？可光头男子刚靠近楚风，龙滋滋便冷冷地瞪了一眼光头男子。我没别的意思。他说成功了，但是没见到破阵的好处。光头男子还想解释，可看着龙滋滋那冷漠的眼神，最终只能灰溜溜地退了下去。他意识到情况彻底变了，你将这个服下吧，对你的身体恢复有帮助。龙滋滋将一颗丹药取出，递给楚风。不用，我已经服过了，稍微调整便可恢复。楚风说话间便开始捏动法诀，果然周身气焰涌动，其气息也开始逐渐恢复。此刻，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静静地等候楚风调整。终于，楚风睁开眼眸，同时也是立刻起身。只见其手掌翻开，有8块令牌漂浮在了楚风面前，这就是破阵所得。楚风说道：“就只是令牌吗？这令牌有何用啊？”龙滋滋仔细观察，却看不出这令牌的特殊之处，具体作用不得而知。但那结界门后面应该会有答案。楚风说话间便御空而起，向那结界门内飞掠而去。见状，龙滋滋等人也是赶忙跟了上去。只是踏入结界门之后，他们进入的却又是一个长廊。这个长廊更加宽敞，且四周的岩壁之上刻写着复杂的符号与图案。进入这里，楚风目视前方，缓步而行。图腾龙族的众人也是跟在身后。换作以往，他们可能不会理会楚风，而是快速的向前行去。但现在却多了几分乖巧。当然，主要还是龙滋滋，他才是图腾龙族这些人的主心骨，而他现在则是
是乖乖跟在楚风身后。楚风少侠，我叫龙福来，刚刚多谢你了。忽然，那名先前面带崇拜目光看向楚风的清秀男子走向了楚风。不用客气，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楚风笑道。楚风对在场的人都观察过，这个龙福来是少数从一开始就没有对楚风抱有太多敌意的人，所以楚风对他印象也还不错。楚风少侠，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那么多五品半神，你竟能那么短时间内全部击杀，那可是足足8万啊！龙福来此话一出，图腾龙族的所有人都将目光落在了楚风的身上。其实这也是他们想知道的，他们也想知道楚风是怎么在短短一炷香的时间就能解决掉同等战力下的8万名阵法士兵。那些是阵法士兵，乃阵法统一凝聚而成，而既是阵法自有破绽，且破绽相同。我发现他们的破绽后，他们数量的多少于我而言也便不再重要，反正都可以轻易击破。楚风说道。楚风此话一出，那龙福来的眼中又有崇拜之色浮现，且图腾龙族的其他人也是不由讨论起来。与以往不同，这一次更多的声音是夸赞，但也有例外，就比如那光头男子，他对楚风的回答嗤之以鼻，原来是发现了破绽。我说他怎么能够这么逆天，果然还是旁门左道。他的声音很小声，但还是被身边的一位女子听到。难道还不逆天吗？发现破绽不也是他的本事吗？怎么没见你发现？或是我发现？那名女子对光头男子说道。你怎么也光头男子？看着身旁那以批判目光打量自己的女子，感到非常的难以理解。若是其他人也就算了，可这名女子之前也是很厌恶楚风的，甚至在楚风压制龙之之时，这名女子更是站出来恐吓楚风会灭掉楚风的家人，而楚风也没惯着她，直接一拳把她打得跪在地上，动弹不得，那叫一个惨。按理来说，以他的性格，他本该极为痛恨楚风才对，所以光头男子不理解为何连他也要替楚风说话。实际上，如光头男子不解的不止他一个，他们之中仍有不少人将楚风视为敌人，但眼下确实有很多人开始对楚风的看法改观了。楚风少侠，你之所以走得如此之慢，是在观察吗？这些岩壁上的符号和图案，难道真的蕴藏着什么？那龙福来又问道。虽然楚风一直是目视前方，可因为他就在楚风身旁，他注意到楚风的目光并非是简单的盯着前方的道路，而是覆盖了前方的所有岩壁。你也有观察？楚风问。我有看，但我看不出有什么。龙福来说道。是蕴藏这些东西，不过我希望用不上。楚风说道。见楚风这样说，龙福来没有再追问，但却对楚风道。楚风少侠，你还真是了不起。他非常相信楚风没有骗他，正因如此，他也知道楚风发现了他无法发现的东西，这正是他夸赞楚风的原因。因为他本身就是凌驾无数小辈之上的天才，但在楚风面前，他却深深感受到了什么叫做自愧不如。这种遥不可及的差距感，是整个图腾龙族的小辈都没有带给过他的，哪怕龙成宇也不曾带给过他这样巨大的差距。而楚风与龙福来的对话，也是让其他人知道楚风为何走得如此之慢了，原来是有所发现。这样一来，就更没有人说什么了。但不得不说，楚风这样缓慢的行走方式拖延了不少时间。当他们还在赶路的时候，已有3个队伍的人马走出了长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是一个风沙漫天的世界，风沙中附加特殊力量，纵使这些半神境的强者视线也是严重受阻。不过好在5个长廊出口距离很近，且在长廊出口前方不远处便有着一座高台，高台上面摆放着8尊雕像，8尊雕像个个高达万米，人在他的脚下渺小到宛如尘埃。但到了这种境界，区区万米高度根本不算什么。可眼下龙成宇等人聚集在这里，却是愁眉不展。龙成宇、龙木西、龙玉红的队伍皆是完整的出现在了这里，可龙玉红却身负重创，不仅是他的队伍中几乎所有人都受了伤，最严重的已经昏迷不醒。他们的表情都是愁眉不展，不停地打量着第4个长廊以及第5个长廊的出口。只是可惜有结界存在，他们看不到内部的情况。终于，第4个长廊内也有一队人马走出，乃是太上长老的孙子龙成禄，只不过他负伤了。不仅是他，与他一同走出来的人也都是身上带伤，有的人伤势极重。见到这个情形，龙木西则是将目光投向最后一个长廊的出口，眼中涌现出了些许担忧。至于龙成宇，则是率领人马径直地走向了龙成禄。龙成禄，你姐呢？龙成宇问。抱歉，成宇少爷，是我没用。龙成禄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龙成宇问道。我们面对的关卡有3个破阵方式：1. 选择难的阵法；2. 选择简单的阵法；3. 难的阵法与简单的阵法同时破。若选择了第3种，简单的阵法会提升难度，而难的阵法难度也会有所降低。我与我姐姐为了保险起见，选择了第3种。我率领一半人踏入了简单阵法，但那阵法根本就不简单，我也险些无法通过。至于我姐姐，更是不可能成功，他们应该都失败了。所以，我们虽然可以来到这里，但却没有任何奖励。成宇少爷，是我没用。龙成禄一脸自责。你不必自责，是我的问题。龙成宇道。成宇少爷，你别这样说，怎么会是你的问题呢？明明是我龙成禄实力不足，辜负了族长大人的期望。龙成禄说道。成禄弟弟，这不是你的错，真的是我的责任，是我判断错误了。按照我父亲的提示，5个关卡本就有强弱之分，而我只是按照我父亲和我说的先辈们面临的情况和选择进行判断，却没有根据当时的场景进行认真观察，所以是我判断错了。龙成宇有些惭愧的道。成宇少爷，难道说？龙成禄意识到了什么？我走的关卡是最简单的，而楚风与龙芝芝他们的关卡是最难的，你与你姐姐的是第2难的，是我疏忽大意，将顺序搞反了。龙成宇道。原来是这样。听闻此话，原本跟着龙成禄出来一脸自责的人
忽然释然了。原本他们还以为是他们本事不够，耽误了此次破阵的结果。可若是这样的话，那他们的责任的确减小了很多。那现在怎么样？还能成功吗？龙成禄问道。很难了，虽说我与我姐还有龙玉红都成功破阵且拿到了奖励，但从目前所得的奖励来看，我与我姐姐所得的奖励只是辅助作用，龙玉红的奖励稍微有用，但真正有用的其实是楚风的关卡，紧接着便是你与你姐姐的。龙成宇说道。那岂不是说我们这次也要以失败告终了？听闻此话，龙成宇也是耷拉下来了脑袋。刚刚所经历的他记忆犹新，可那样难以破解的阵法竟只是第二难的，那么由楚风那些最弱之人所组成的队伍，面对最难的关卡又怎么可能成功？事实上不仅是他这样想，几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这样想，他们都觉得他们此行已经失败了。而就在此时，第5个长廊的结界门微微一颤，紧接着数道身影接连从中走出，那正是楚风等人。只是看到楚风等人之后，这些已经汇集的众人却有些茫然了。按理来说，楚风等人不可能通关，就算能通关也必然损失惨重。可现在楚风等人不仅全员出现，最重要的是除了龙滋滋负伤之外，竟没有一个人负伤，甚至许多人的脸色都是那么的红润，这哪里像是经历了恶战，这简直就像是度假归来啊！难道说他们判断错了？楚风他们所挑战的关卡并非最难的，而是最简单的。最难的是龙凤凤与龙成禄所面对的那一关。楚风，你们没事吧？见到楚风走出来，龙成宇率人上前询问。尽管楚风安然无恙，可他还是有些不放心，只因他已经确定楚风他们的关卡乃是最难的，虽然出了点小意外，但总体无碍。楚风道：成宇少爷，此次我们能够通关，多亏了楚风少侠了。此时龙福来上前说道。楚风知道龙福来可能是想讲述具体经过，但楚风却觉得没有必要特意提起此事，于是笑道：都是大家的功劳。楚风此话一出，倒是令得龙芝芝等人神色一滞，他们没有想到楚风竟丝毫不贪功，可不明真相的图腾龙族其他人却是露出古怪且讽刺的笑容，因为他们觉得楚风不配说出这句话。在他们看来，不论那关卡是难或易，能够破阵与楚风都关系不大，乃是龙滋滋等人的功劳才对。至于楚风，眼下则是将目光投向了那高台之上的8尊雕像。8尊雕像每个上面各自镶嵌着一个令牌，令牌无论造型还是蕴藏的力量皆是不同。与此同时，8尊雕像从下至上皆是有一重光芒气焰，但光芒气焰的高度很低，只在雕像的膝盖以下。除此之外，每尊雕像的下方还都有2个空缺的位置，同样是可以用令牌进行镶嵌。楚风扫视了一眼，顿时明白了情况。龙成宇、龙木熙轻松过关，龙玉红则是付出了一定代价，但还是通关了。他们3个队伍所获得的令牌已经放在了雕像上，第4个队伍，也就是太上长老孙子孙女的队伍，显然是失败了，而能否成功，就看那光芒能否覆盖整座雕像了。成宇兄，试试看吧。楚风将自己破阵所得的8个令牌取出，递给了龙成宇。龙成宇接过令牌，便将令牌丢向了站在高台之上的人。那些人也明白龙成宇的意思，分别动身，准备将8块令牌放在了8尊雕像之上。多此一举。见此情形，那龙成禄虽未将心里话说出来，可却还是摇了摇头。他已经确定，他与他姐姐所踏入的关卡才是最难的。楚风他们这群最弱之人，既然能够安然无恙的出来，必然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大阵，就算破开了，拿到了奖励，又能有什么帮助呢？可下一刻，龙成禄轻蔑的眼眸顿时瞪得老大。只见那雕像的光芒气焰快速向上冲击而起，最终到达头部才停了下来。怎么会这样？龙成禄一脸的难以置信，这与他想象的完全并不一样。这令牌的力量好强啊！难道说他们破的阵法是最难的关卡？见此情形，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这些人。虽然这个情况与他们想象不同，但那令牌的力量却已经证明了一切。什么最难的关卡？而众人的话语则是让不明真相的龙滋滋等人有些不明所以。滋滋小姐，你们好厉害啊，居然破开了最难的关卡。此时有不少人来到龙滋滋身前，开始夸赞龙芝芝。他们自然不会将成功破阵的功劳放在楚风的身上，哪怕龙福来已经那样说了，可他们却也只是觉得龙福来在客套而已，所以他们都以为能够成功破阵全部都是龙滋滋的功劳。毕竟龙滋滋才是他们之中最强的，也是唯一受伤的。而听到众人的讲述，龙滋滋也明白了真相，原来他们所挑战的关卡其实是最难的，也就难怪若不是楚风出手的话，他们根本没有一点机会通关了。至于楚风，他的目光则一直打量着那8尊雕像，虽然光芒气焰已经到达8尊雕像头部，但却并未完全覆盖雕像。若不能完全覆盖雕像，神境武技必然也就不会出现。而龙成宇也在观察那8尊雕像，他更是眉头皱起，好像还是不行啊。成宇兄，你相信我吗？楚风看向龙成宇，当然信。龙成宇点头道，那接下来便交给我。楚风说话间便一跃而起，直接站在了那高台之上。随后楚风做出了一个举动，顿时让许多人都大惊失色。楚风竟将镶嵌在8尊雕像上的令牌全部摘了下来。你做什么？见此情形，不仅有人大声呵斥，更是有人上前阻拦，谁敢动？可那些人还未靠近楚风，一股威压便横扫而去，将高台之上的其他人全部轰飞，只留下了楚风一人。是龙木熙出手了。紧接着一道怒喝也是随之响起，不可打扰楚风。这说话的自然便是龙成宇。可是成宇少爷眼看着都要成功了，这楚风这么做会不会前功尽弃啊？见状，有不甘心之人纷纷来到龙成宇身旁，想要劝阻。前功尽弃，若不是楚风他们成功通关，你能看到成功的希望吗？龙成宇反问。成宇少爷，虽然他们通关了，
但那也必然是滋滋小姐的功劳，与她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位问道。他的这句话其实是鼓起勇气说的，但却也是在场许多人的心声。就算通关了，可关他楚风这个外人什么事？可就在此时，龙滋滋却开口了：“这个功劳我可不敢占，我可以实话告诉你们，我们这个队伍能够通关，图腾龙族之人没有出一分力，我们皆是旁观者啊。”滋滋小姐，你……龙滋滋此话让那些人有些不知所措。倒是那龙成禄询问道：“龙滋滋在说什么呢？你这是什么意思？说的不够清楚吗？那我就说的再清楚一点，我们通关皆是楚风一个人的功劳，是他一个人破的阵。”龙滋滋道。龙成禄的第一反应是笑，他不想笑，可实在是忍不住不笑。你在开什么玩笑吗？他一个人能够破阵，那你们呢？难道你们就站在旁观看着？龙成禄问这话的时候，一脸的无奈与讽刺，因为他觉得龙滋滋在说谎。楚风怎么可能一个人破阵？我们的确在看着，但我们并不想看着，而是那阵法我们无能为力。你也别说我们不出力，看到我身上的伤了吗？这就是我破阵的代价。若不是楚风救我，我已经命丧其中了。龙滋滋指着自己身上的伤痕说道。虽然此时他的伤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衣服上干枯的血液却还在，那就是他负伤的证明。听闻此话，龙成禄还不信，还想说什么？滋滋小姐说的就是事实，我们都能证明，就是楚风少侠一人破阵带我们通关的。此时那龙福来也是说道。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口，表示龙滋滋所言属实，这让龙成禄以及其他人想不信都不行了，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这些人替楚风说谎的理由。但他们还是不明白什么样的阵法，连龙滋滋都没有办法，但楚风却能一己之力破开，这楚风真的有那么逆天？而就在此时，一座耀眼的光芒自高台之上传来，定睛一看，楚风已经布置出了一座大阵，一座以令牌为阵眼的大阵。那不是常规的阵法，因为他布置而出后，竟与那8尊雕像有着相辅相成的气息。随后楚风阵法催动，阵法之内便有光芒气焰喷涌而出，很快便覆盖了8尊雕像，并且这一次是彻底覆盖。这个楚风他竟然见到这一幕，许多人目瞪口呆。相反，龙滋滋等人反倒是在场之中相对淡定的了，因为经过之前的事情，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心理准备。